还记得那群北上南归、全球瞩目的野象吗？3年过去了，云南的短笛家族早已今非昔比。3年内诞生了4头象宝宝。更令人欣喜的是，在云南苍翠的热带雨林深处，整个亚洲象群都正在经历一场令人心动的自然奇迹。让我们踏上彩云之南，奔赴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寻象之旅。大象这延续了5000万年的物种，如今已到了濒危的边缘。地球曾存在400余大象种类，如今仅剩2属3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和亚洲象。在中国，亚洲象甚至比大熊猫还濒危。截至2024年，中国大熊猫的野外种群数量为近1900只，而亚洲象只有300余头左右。目前，全球亚洲象数量仅在4万到5万头之间，主要分布在亚洲南部，包括中国、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马来西亚等13个国家。在全球亚洲象数量不断减少的大背景下，在我国近30年来，野生亚洲象从150头左右增加到360头左右。群象之旅第1站，我们来到了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洋妞你好，7天的象宝宝救助到这样子一个庞然大物。在7000多年前，我国河北张家口地区有大象生存；在4000多年前，我国河南地区也曾有大象生存。到了三国时期，曹冲称的大象就是本地大象。唐宋时期，我国华中、华南地区都有亚洲象分布。不难看出，亚洲象的生存空间被日益繁盛的人类活动不断挤压。到如今，云南成为我国野生亚洲象主要栖息地，主要分布区域包括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和临沧市。运气还不错的啊？为什么呀？因为可能遇到亚洲象的，你看水比较浑浊。
洲象是亚洲现存的最大陆生动物，实力惊人。一头成年象平均每天进食160至240公斤食物，相当于自身体重的6%至8%。亚洲象的食谱也在随着环境变化不断调整，从以前的100多种扩充到了如今的400多种。它们现在更喜欢吃玉米和甘蔗，因为这些食物不仅数量充足，而且易于获取。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下班坝，也是被称为南滚河第1村。这里呢也是一个边境村，因为从这儿往后翻越2座山头就到达缅甸了。那么在这个村子下面就是我们的南滚河保护区。在南滚河保护区呢有一个自然村落，他们这里的村民每年种植的粮食都会被大象采食。对于被大象吃掉的农作物，云南在全国率先建立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制度。云南还不断加大保护区内大象食堂的建设力度，避免野生亚洲象对农民的侵扰。南滚河呢，这个大象基本上就是固定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到晚上啊，它就过来吃这些庄稼。大象的脚印，对，都是大象的脚印这么了。深吗？大象的脚印？对，那个是庞然大物啊。亚洲象被誉为雨林工程师，在维护和塑造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中，这些庞大的哺乳动物以其独特的方式对森林结构和生态过程产生深远影响。亚洲象通过推倒树木、践踏植被、挖掘水坑等行为，不仅为自己创造了生活空间，也无意中促进了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位的增加。这几年每年都要下1头大象。这个大象呢，种田数量是有稳步上升。建立保护区，并不是只保护大象这一个，把它当做一个旗舰物种，同时也保护这个环境里生活的诸多的其他的一些物种。